报说今天是唯一不会下雨的一天，结果早上起来还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的行程呢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是我们的路线，有这么多个点，这所有密密麻麻都是点可以停。我们昨天是大概在这个位置睡的觉，然后这一路停就可以往前走。现在大概是走到这个位置了，但只是不太清楚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，因为天气实在是不好。天气已经变得越来越糟了，一直都在下雨。我们停在半路中间，发现从山上已经高处流下了好多个 waterfall， 都还蛮长蛮大的那种，还蛮壮观的。然后穿过 tunnel， 可能开了好久，终于开到了。开到之后天就晴了，也不下雨了。那个就是长期我们一会儿就会坐像那样子的 cruise， 然后出去玩。看到那边都是雾啊，雾蒙蒙的。但其实那是个非常大的瀑布，因为之前下雨这个瀑布是没有的。靠近峡湾又靠近水，所以说这边有可能会有 dolphin， 然后还会有那个企鹅 penguin， 但是很难见。看到那么远还是蛮值得来的。Milford Sound 一直以来都是土著毛利人在此居住，已经安家好几辈子了。19世纪的时候，欧洲的船发现了这片土地，其中一个来自苏格兰的探险家叫做 Donald Sutherland， 一见钟情于这里。他是1877年抵达的 Milford Sound， 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了。他跟妻子两人选择在这里居住，开始建立家园。本来呢是想把这里打造成一座城市，后来种种原因吧，城市是没建成。但是他们二人决定在这里隐居下来，开始了自己的小农场，同时还经营着一个小酒店，供夏日来这里为数不多的游客休息。两人一直在这里生活了40年之后，直到 Donna 去世。能在这么拥挤的地球上找到一个自己的世外桃源，太让人羡慕的人生啦。第8天我们到了 Milford Sound， 要准备坐船，我们还有40分钟，为了省钱，在车子上先煮了鸡蛋面配了肉，还有榨菜，还有老干妈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还有牛肉酱。我们2位主厨做得非常好。司机也很棒啊，感谢司机的赞美。司机也是很厉害的，今天开车开了大雨天开车，冒雨。我们在 parking lot 美丽的地方，那我们可以在 parking lot 里头吃饭。你准备好坐船了吗 ？Ready， Let's go。到 Cruise Terminal 了，要 check in。Milford Sound 位于新西兰最大的国家公园，面积总达到12500平方米。这里呢有冰川、瀑布，还有机会看到海豚、海狮等等各种小动物。这里的峡湾形成于冰河时期，陡峭的山谷形成了大小不一的瀑布。瀑布嘛，大家都见过。但是你见过那种环绕360度完全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条的瀑布吗？很有趣的一点是，这里可是全世界最潮湿多雨的地区之一，每年365天300天都在下雨。就像今天一样的雨天，可是会加剧瀑布的水量的观赏性哦。
坐的是自家房车公司的邮轮，船长把船开到很近的瀑布底下，它会让你彻彻底底、全身心的去感受瀑布带来的巨大威力。Juicy 家的邮轮我们可是强推的哦。邮轮上的顶层甲板非常适合看风景，底层呢有免费的热水和咖啡，讲解器又包括中文的，非常适合我妈妈，这样也可以全程参与哦。支持 Juicy 到底。Period of time, there is a 2-year waiting list to walk the Brooklyn Trek. During the summer, we get over 100 people a day coming off the end of the Brooklyn Trek. Good morning！ 哇，我这大嘴唇，哈哈，好红。今天想说，把我自己显得白一点，因为天色太暗，好像在未来的差不多10天左右都是下雨阴天。这个地区 Queenstown， 但我们现在要从 Milford Sound 这边要回到 Queenstown， 再回到瓦纳卡，然后我们就往西边走，沿着西边的那个海岸线走了。希望那边的天气会好一点。今天是第9天。第9天，今天是个很长的一天，就是要开车，慢慢的开车，大概要开个5个小时左右，我猜的啦。新西兰的南岛可是远不止于冰川湖泊。下一集呢，我们打算沿着西海岸线环岛，海滩、雨林，我们来啦！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哦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旅行，请给我们点个赞，留个言，交个朋友吧。